生的关键时刻，中国近几年一直在吹一个东西——斩杀线。他们把它拿来形容美国，包括它的经济，包括它的福利，包括它的生活，现在已经非常糟。只要一个小小事情下去，美国就没了，这个才叫斩杀线。结果他还派了记者到达沃斯论坛去问了贝森特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就是中国的大外宣。但是没有想到是现在有新名词出现了，新名词叫什么？叫做满血斩杀。这是对国外的人的一个说法，没有，这就是对中国人民现在最惨的事情，就叫满血斩杀。我们都知道，最近白银跟黄金，尤其是黄金涨翻天了，等于是你过去投资黄金，或你家里有黄金，你就赚翻了。而现在这一群人一模一样，他们投资了一家叫做杰我瑞的黄金投资公司，他们以为他们是上流社会的人，这个时候我把它卖出，我削惨了，结果他们去兑换、去挤兑的时候，出大事情了，没有1毛钱可以领出来。我原本以为我应该是要成为什么富豪了，黄金涨那么多，我也有钱了，但没想到竟然在一天一夕之间，从天堂掉到地狱。松哥，这样我就懂一件事情了，为什么今天路透这个地方要突然说 H200这件事情？中国之前不是说不准进来吗？对，今天来放行这件事情，我们在比对这个所谓的满血斩杀。现在习近平知道一个问题，他的中国经济出大问题了。在出大问题的时候，我不能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情，对，我要来靠美国了。没错，现在中国很流行4个字，叫做满血斩杀。好，那这4个字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前一阵子在说，中国不是在吹嘘说啊，美国你有一个所谓斩杀线，对，也就是说，你活在这个贫穷线边缘的人，你一旦出了什么事之后，掉到贫穷线以下，你就被斩杀了。好，但是他形容是美国在贫穷线边缘的人哦，那种是算是本来就有可能会被斩杀，但是现在满血斩杀的意思是什么？是你平常你很有钱的人哦，我是后亚郎的，但是你可能会瞬间被斩杀掉。那你想怎么那么夸张？好，这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呢，我们知道最近黄金不是大涨吗？对，赵总，你看黄金前几年的时候呢，才1盎司才1、2千块，现在已经涨到5300啦。所以如果你假设你有投资黄金的话，你会觉得哇。我削惨了，我还录影干嘛？对，哇，我录什么影？对，我是这样，我现在是富豪啊！就没想到，你知道，很多中国的民众，他们去投资一个叫做杰我瑞公司。这杰我瑞公司是干什么？他就是在投资黄金的。那你想，涨到5300，哇，削翻了！我原本要去跟杰我瑞公司说，我要领钱出来了，结果现在杰我瑞公司跟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我们没有钱可以给你。这样，就这些人瞬间从天堂被打到地狱去，炸锅了啊！我的钱呢？对，钱都不见了，没有办法还给你。那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个画面就是投资杰我瑞公司的人，他们在维权呐。他们觉得，我明明我认为我是富豪，对，结果没想到瞬间就被打到变成是贫穷线以下。这么多人，对，这是在深圳哦，对，这么多人就说还我钱，钱都出来，而且在深圳最热闹的罗湖区，那一样就变成这些都是中上阶层。你看，有人投了几十万人民币啊，几百万台币，结果瞬间原本以为我几十万投进去，我现在已经变成是几百万，就没想到瞬间被斩杀。那不止黄金骗局会出现，中国最近很多小银行也面临到倒闭的危险，对，很多房地产公司也面临到倒闭危险，所以很多都有可能会瞬间斩杀。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也意识到中国经济状况真的不妙，所以最近不是有很多消息吗？包括说 H200，中国就放行了，好让阿里巴巴啦、腾讯啊，你都可以买了哈。另外一个是什么？美国驻中国大使说，这个川普要4月去访问中国嘛，他说中美已经开始在这个贸易谈判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哦，中国会买大概500架的这个波音飞机。你想说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希望透过美国的力量来帮助说，至少他现在处在这种非常经济下滑的状况下，我跟美国在处的不愉快，我真的会让我的经济呢，真的跌到万丈深渊去了。所以他现在似乎是意识到，我至少不能够再让情况更加恶化，所以他现在释出一些善意，希望能够解决目前为止短暂的这个压力。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杰我瑞公司开始讲起。你看这杰我瑞公司，那这杰我瑞哦，大家都想说哇。温透懂了，你看，黄金已经涨到5000多块了，对，就没有这些人呢，他们要去提现，他们有所谓 app 去提现的时候，一开始是怎样？有人说，我要这个用网络下单的方式说我要提领多少钱出来，就没有了，没钱，没有钱，那所以很多人就很惊恐，他们就马上到杰伟瑞公司去了，有数百名都没办法去提领。然后你知道这个目前为止的这个金额上看多少？上看133亿人民币，折合现在币是600亿台币啊！杰我瑞吸了600亿台币，对，所以呢，这个当然会变成是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嘛。你看，
这些人全部都在他的这个水贝国际的这个珠宝中心那边，喂，还我钱来，还我钱来，大家非常生气。那你看，警方这时候当然出动，对，那警方就把那些民众架走啊，说啊，你们不要这样子。问题是那些人，他一辈子的钱都被吸走，他当然没办法接受啊，对不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个维权人士来说话，被远警围殴，因为他可能比较激动，之后，我换作是我也非常激动。我原本以为我要发大财，对，或者是我的压箱底了，对，那是我的救命钱了，对，我赌黄金一定会涨，对。结果什么都没有了。我本来是好家人，结果今晚变乞家。我拿命跟你拼了。当然，我都说我们能够理解他们了哈。然后大家都完全去了，然后就非常生气。那当然，警方也非常多，警方都来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已经是大事件，甚至还有人怎样跑到楼上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轻生。很多人就完全没办法，我觉得很多人没办法讲，没办法接受嘛。你看，还有人就已经跑到这个楼上去，准备要这个跳楼的这种状况。他说：“你还我钱，不还我钱，我要跳楼。”那这已经，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大家从天堂掉到地狱的心情，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理解。好，那尤其是现在大家首当其冲就是解我瑞的老板啊，张志腾、就是他。对，没错。你看要爆发这个暴雷的前夕，你看他还这边说。哎呀，我会这个给大家一个交代啦。他说自己是被做局了哈，然后事情搞得这么大，我怎么可能跑得了呢？那他事实上他之前的时候，他现在是回应是这样，但他之前是这样说。之前其实已经有传言说他好像财务有点压力。他说我赚钱的速度很快啦，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人上了头，我还是愿意帮他过一下难关的，因为我一天能够赚到别人一辈子的钱。嚣张成这个样子，当时还对啊，很能赚。当时你看。对，不跑路一直在，之前一直这样说，然后还贴出非常多的这个说我一定会负责到底。那问题是好，那他现在说我怎么可能跑得了路？他当然跑不了，因为现在中国官方把他盯上了。对。可是问题是现在大家要钱，那你怎么给钱？你就算没有，跟你讲，就算这个所谓的投资的利息我没有赚到，是你本金也该还我吧？对，没错，很多人都这样期待。对，好，结果没想到就说好。那现在我们因应大家的这个要求，我们还钱，对，我们现在有最新的清偿办法。那清偿办法来说，大家看到完全傻眼。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是接受，如果你真的假设今天找和你投资多少钱，你真的要一次还回去的话，我说不可能100%还给你，只有一次就是2折。假设你投资100万人民币，我只能给你20万人民币一次给你。不然的话呢，就是按12期的这个付款给你，但是本金可以按4折来计算。不是这一样啊，这土匪，这流氓了。对，没错，好，这是吸血。对，所以你看，你要么就是打2折一次领，要么就是分期付款打4折，所以你只能领到20%或者是40%。那我跟他讲，实际上这个他们到底怎么运作呢？因为他本来的这个所谓张志腾，他是做什么？他本来就是在这个深圳就开这个所谓的实体的门市，所以你过去一段时间可以去跟他买黄金、买卖黄金，还有珠宝回收都有。对。然后他因为累积了一票这个粉丝，所以他的粉丝来说还有7万粉丝左右。那想说，我粉丝这么多，那所以他用了一个小程式，你看这是他的小程式哦。小程式里面来说，你看他的业务非常多，你看。你可以什么黄金，你要全额贷款，然后黄金订单，然后白银订单、铂金订单，还有很多这都是最近涨最多的，是没错，真金白银都在这里。钯金也是啊，它里面有什么？里面有15万人哦，都在用这个的哦。是好，那我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大家在登记嘛，损失嘛，然后目前为止就是说，登记好，有1000名的这个受害者登记，累积金额已经高达100万。那问题有人呢，损失最多人，有人损失到约莫是在100万左右。为什么会亏成这么多呢？因为很简单，你在里面如果买卖黄金的话，那不可能会亏嘛。但问题他搞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他就有一个叫做所谓的没有牌照的非法期货交易，就是期货私盘。简单说就是这样了。照你进去里面来说，你看它有一个界面是这样子的。对，这个界面是这样子的。好，你可以这个所以下单就是说我要购买，然后我要这个跟你这个对赌的一个状况。事实上，简单来说，它就是有一个期货，期货是这样跟你对赌，就是说好，你今天是下多单，我就跟你下空单。就这样，我们要对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对，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如果出现单边行情，现在譬如说，一般现在我就是看多，对不对？那我就看多，你就要看空嘛，我这样对赌嘛，就不像因为多一直大涨，所以你亏很多嘛，对。问题是他不可能一直亏，的时候，他就变成是他没有钱可以还给你，所以才会变成是缺口会这么大，就是在这个状况。而且你看他还用这样哦，他说你只要你这个界面，你只要买涨。还是买跌哈，然后可以双向操作哦。那操作的话，杠杆来说啊，假设你交易200克的黄金来说，你只要2000块就可以交易，杠杆80倍哎，虽然你一定出师啊，对。那没想到出现单边行情的时候你就出师。好，那事实上我就跟你讲，这个有没有在交易这些东西？
没有，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对所以我就简单来说了，就是你好像你有下单，你有给钱进来，对不对？但是至于有没有交易，不知道。反正这就是我给你的。不是他这样从头看下来，它就是个庞氏骗局，它是没错资金盘就是个吸金嘛。对没错结果你看到他还搞了什么？他还搞一堆老师每天早上、中午、没错晚上都在洗脑你。来，早上6点钟，分析师跟你讲今天金价走势。对，上午9点钟，助理跟你讲，我研究了一个晚上，来实战盈利图。下午3点，老学员轮番上出账户余额，晚上8点还来，必胜法则，大师准时开播讲解必胜战法。对，所以太夸张了。所以等于是说，你加入之后，你还在这个群组上面来说，你还有这个黄金的最新的这个即时讯息，你要怎么投资，他还跟你讲。所以搞得这样，你好像觉得说，我投资已经温透透。所以你看，你的钱里面来说，你看到你的账户。假设照我跟你讲，假设我们做多，对不对？对，你会看到说，哇，我的账户怎么暴增这么多？对，问题是你真的要提领的时候，不好意思，就是没有。所以我在跟你说，这都是假的嘛。所有的他们的所有的程式都是他们写的，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就是完全骗局。你钱进来之后，反正就出不去了，就这样一个状况。好，所以我就今天跟你讲，现在他们非常紧张。你看这是什么？罗湖区的这个工作专班，他就说，我们已经掌握到这个状况，我们要赶快处理的一个情形了哈。然后我们要赶快处理的这个状况，为什么？而且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如果今天真金白银黄金没有涨的话，结我瑞还在继续吸血，是没错，那很可怕。所以你看，今天政府很难得，政府以前中国政府怎么会管这种事情？是他知道出大事，对，他必须要介入。所以他们现在官方怎么办？赶快把你遮起来。不让你看了啊！不要再拍了，大家不要拍，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哦！警方就说，你不能够再拍，不能够再拍，马上把民众赶走。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件事情继续闹大。为什么不希望闹大？你看这个第一财经中国人就说，他说了，事实上，目前为止这个深圳水贝市场的这个多个面向来说，他说部分平台同时经营黄金啊，还有这个相关的业务。他说不是只有这个，因为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状况都会在这个情形，所以他就说，因为我们讲这种所谓的一知半解的这个散客非常多嘛，所以他就说，不只有这个所谓水贝是这样，很多中国各地各方都会有这种情绪。所以今天结我瑞第一个爆雷，对，接下来会跟骨牌效应一样，就如他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甚至你看到这句黑箱里的局中局，对，接下来要各种黄金投资的爆雷都要来了，对，一定是这样，因为嘛，中国民众来说的话，他们就会喜欢。这个我就讲嘛，你觉得结我瑞的吸金会只有他一个人吗？不是嘛？对，一定中国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搞哈。所以来说，结我瑞是第一个案子，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案子爆开。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会体会到满血斩杀？你看，这就有人讲了，结我瑞让我体会到满血斩杀，斩杀线就瞬间被斩杀的这个状况。好，那么有一个老太太，这个我觉得她也蛮可怜的啦。她说什么？她这个主要是她是投资结我瑞，她就坐在地上痛哭。她说呢，我在19日投入了70万，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追回。他说自己是白银级的，然后他说相关的这个承诺要还给我都没有办法。他说我本人被骗70万人民币，大概折合新台币是310万。对，他说他的子女还有被骗的金额高达455万，折合新台币2000万。所以等一下，你看这么多，他是310万加2000万台币，表示什么？他们家其实是好的，好的啊，他们家是很有钱的，是啊，就他过得算好的哦，是，就他一夕之间，对，什么都没了，就被斩杀了。所以呢，是他为什么那么痛苦，就是这样。好，那么讲，事实上之前的中国的这个 YouTuber 这个所谓大 V 在那边讲说斩杀线，对不对？他不是说什么这个2026自救指南啊，300家银行消失了，就没有他现在这个文章已经完全不能够看啦，就因为这4个字吗？满血斩杀都不能够看了。对，那事实上我们就讲，他讲了里面或者说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重点，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就说一个国家会不会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一个行业叫银行。你看，像2008年的时候，美国爆发这个所谓金融海啸，就是银行倒闭。银行倒闭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金融海啸。那你看，目前为止中国是这样子。你看中国50天之内已经有155家银行消失。那尤其是很多小银行都不见。对。那小银行不见了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就说啊，大银行你就把它吃下来。所以他们现在很多小银行消失是被大银行吃的。那大银行为什么能够吃掉？因为大银行的体质比较好。但是我跟他讲，这就有点类似是什么？银行体系，大银行就类似是我们把银行比喻成我们人体的血管，大银行就是我们的大枝干。那这个小银行就是我们可能手的一些末尾的这个枝干啊，这些都已经消失。那什么意思？这些已经开始麻木了。再有一天慢慢麻到你中央管。这个时候，中央血管出问题的时候，你这个国家就爆了，我就中风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手脚在麻痹了。
他的血管已经让他的这个很多小银行都血管麻痹的一个状况。这个太夸张了！你看哦，开年哦，仅20天，80家银行，80家，我们就讲这是这个银行消失嘛，对，你看2021年67家，过去都没有很多，但你看这几年开始增加，你看2024年199家，然后2025年494家，那开年的时候没想到就有50天之内已经有大概约莫是155家银行倒闭，所以那实际上现在中国的这个财务问题出了很大问题，所以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就讲嘛，黄仁勋到上海去的时候，没想到马上就批准了H200，对，就说啊卖给你，而且现在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公司都要买，好，为什么要买？因为我说真的啦，他们也是这个他们需要H200嘛，对，就没想到怎么做呢？他们现在是黑市买，黑市的价格贵50%，那与其这样好了，那就让你们买嘛，所以就这样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不是就说吗？中国跟美国也要达成个贸易协定，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希望修补跟美国的关系。好，为什么要修补跟美国关系？我们就讲《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个叫做“中国经济正深陷到通缩恶性螺旋”。那这里面来说，我觉得讲的很简单，它里面几个文章我可以跟大家上。现在中国的状况是大家在瞎忙。对，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在批发市场还说什么？我们把毛衣、裤子什么，把它送到全世界去卖，但是大部分都退回来，所以他们忙，但是问题是都没有卖出去，对，好，所以他们现在瞎忙，但是卖不出去。好，所以他就说什么？那我们不是说，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中国去年的出口不是创新高吗？对，就《华尔街日报》讲的跟我们一样的道理。他说，你看，企业公告显示，钢铁、混凝土、电动汽车、机器人、调味品、化妆品等众多行业利润率在萎缩。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利润在萎缩。我们从这个图就看得非常清楚。你看，中国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你看在往下降啊，对不对？净利润在往下降，就是表示说我们讲到了，你看它已经快要来到历史最低的水准了哦。所以表示什么？中国出口越多，上市公司没有在赚钱，反正利润率在下降。你看它利润率零在这边，它已经很低了。另外一个，什么钱都没办法赚到。对，好，另外一个我们就讲，过去中国民众就说，哦，我们生活过得好，是因为工资年年调涨。好，你看现在中国工资的调涨幅度，你看这几年大幅的下滑，有没有？它已经工资已经没有在涨了。好，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中国的价格比，你看，从在23年的时候，它这一条线已经掉入什么这是0，然后这是负值啊，那表示它目前为止消费者的物价几乎是没有什么通膨，对，然后生产者的物价是在负值，也就是说生产的价格是一直在萎缩，对，那企业一定会赔钱。好，另外一个，你看中国零售也是在下滑，所以你看每一个数字都很糟。你看中国的消费占整个 GDP 的这个家庭占 GDP 的比重来说这么低，你看全世界是这样，那所以现在民众要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存钱要做什么呢？正好，那他就直接下个结论，存钱就是为了要防止你被斩杀了之后，那你怎么办？所以等于是说，他们不是为了说，哎，存钱是说为了未来投资，不是，他们要防范自己的人身安全。万一我有一天呢没有工作，或是说我真的完全所有的财富都不见的时候，我还有这一笔收入，我可以来维持我的勉强的生活。所以我才说，现在中国的整个格局都是相当的糟糕。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那怎么办？我只有跟美国互相的合作，才能够让我的整个目前为止利润下滑或者整个不好的状况能够往上拉升。但是有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没有办法。中国只是要想办法拖延时间而已。国正，我们刚刚特别调，现在中国经济真的如同一个死水一样。但是今天有一个新闻让我非常 shock， 这是中国的财新丢出来，他说这个保利德这个企业，它真的非常坏，它卷了多少钱这样子。但是我一查，他们去年9月就已经倒了吗？为什么这个时间点突然拉了出来？结果我们看到它里面所有的形容，才知道原来有猫腻。这是他的老板叫于海军，然后没想到他竟然爆出了这个人的名字叫金科宇。金科宇不是我们之前在讲艾斯坡等的那个案件吗？是他什么？他色诱了前财长案件吗？结果没想到这个金科宇竟然是他的小五。没错，这张照片真的吓坏了全中国人。这是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哈佛的高材生，曾经让哈佛的校长、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爱的是鬼迷心窍、魂牵梦萦的金科宇，怎么突然间出现在这张照片里面？结果把整个剧情搞懂，才知道中国的官媒财新把去年这个案子讲出来，原来中国正在上演什么？经济不好，都是一大堆权贵以权谋私，用习近平的宏大叙事在骗钱。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是于海军嘛，他就是保利德的老板。保利德的老板他突然约了一群人，就是浙江最有名的富豪，包括网易的丁磊，还有阿里巴巴合伙人胡晓明，跑到他的别墅里面，这叫浙江千岛湖的别墅，
有一场宴会，那这些人本来想的是什么？可能要来谈分红，可能准备要挂牌上市哦。那是22年7月嘛，所以他们就吃饭，然后排场也很好啊，有宾客啦、特制的菜单啦、高级洋酒啊，还有外籍乐队助兴哦。结果推门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傻眼啊！不是要来谈分红、谈公司什么时候上市吗？啊，分我多少钱嘛？结果进去竟然一大堆的婴儿用品，还有红鸡蛋。我们生日要满月要吃红鸡蛋蜜月啊，蜜月，怎么不是要来谈生意了？怎么变成蜜月？结果女主人让他们吓傻，女主人竟然是金科宇跟于海军生了一个小女儿，还邀请这些人不是来谈钱，竟然来庆祝满月了。但是让这些有钱大老板像丁磊啊、网易的创办人丁磊吓到的是，这个小五是金科宇是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对，经常在达沃斯论坛发言那一个人，而且他的父母也在哦，还盛装出席哦。当小五，然后金科宇的父母也都到，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么有父母竟然乐于自己的女儿当人家小五，而且都到，而且盛装出席。他的爸爸是谁？是习近平钦定的亚投行发展“一带一路”重要的财经官员金立群。哇，这个排场就大了，所以这些大佬们本来都是在想分红这件事情嘛，IPO 的事情，就开始在想，哇，这个于海军的背景跟资源，这是变换跟分量啊，多么大咖的人变成他的小五，因为他已经娶了4个老婆，生了9个小孩了，现在又多娶一个啊，不叫娶嘛，多生了一个，多认一个小三，然后所以这一场满月宴骗了几十亿人民币，这些大佬们。这个人有分量吗？我们上礼拜最红的达沃斯，2018年达沃斯，2020达沃斯2425，全部几乎都出席了，而且还参加世界银行啊这些年会，然后包括高盛啊、哈佛去演讲，就是重要的人啊。这样的女经济学家这么有分量了，一场演讲要4万英镑，这么重要的人，竟然变了小五。再来，他爸爸是谁？我们就把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把他拉出来看，就为什么这些宾客会傻眼？满月宴也就算了，吃红鸡蛋也就算了。分量跟魔幻在哪里？他爸爸2016年亚投行开幕的时候，是习近平亲自去哦，对，而且任命他是行长哦，这多么重要！然后都会看到亚投行的活动，习近平跟他，然后2017又是达沃斯，而且还怎么这种握手照片，拿这张出来之后说你是真的可以说得上话的人，当然就是习近平宏大叙事“一带一路”的重要官员，17、29啊、19、23。习近平出席在“一带一路”的高峰会，他都出席，所以等于是习近平最重要的人。没想到这样重大宏大叙事或中国经济一个很重要的代表，竟然是像我们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电影《血观》一样，用美色、用性当工具迷惑了沙漠斯，然后竟然用变人家的小三，然后用小三，财经说了，用小三这个身份。再诓了一大堆大佬的钱就完全上演一个性谎言跟以权谋私的故事。好，我们来讲主角于海军。于海军的故事也很传奇。你把另外一条线拉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中国又是另外一个权贵游戏，两组权贵把它搅在一起，难怪中国经济会不好嘛。19年的时候，本田开始开第一家4S店，所以他隔年就开了一家4S店。简单讲就是整个。修车有卖车，还有维修，有零件，什么都有，叫4S店，他就包了，包在里面。你注意这个时间哦，2004年开始，这个于海军开始串起，宾士啊、奥迪啊、劳斯莱斯啊、阿斯顿马丁啊、保时捷这些在浙江地区的都被他拿下了，他开了这些品牌，然后找了谁入股？丁磊，网易的创办人，鲁冠球曾经是浙江首富，他的家族也投，胡晓明。蚂蚁金服的 CEO， 阿里巴巴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还有易真啊，还有吴永明，阿里巴巴的 CEO， 这些人都入股他，结果分红都没拿到，还被他诓了钱，然后根本都没有分到分红，还闹了一官司。好，重点是我刚才不是说2004年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对，这个人为什么崛起嘛？那财新就去翻出来。为什么这些人都要投资嘛？刚才讲了这么多重要人都要投资于海军嘛，结果发现什么？有一个人到处去牵线，到处去引荐，这个人叫吕宗麟，然后引荐入股到保利德子公司，有一些人也跟着投进来，就跟投嘛，看到有利的人士就一起投进来。所以今天从头到尾都是因为这个吕宗麟。当吕宗麟投了之后，大家觉得这个人是个咖，对，这人是咖的时候，我知道投，我觉得可以赚钱，所以大佬们一一录取，大佬们一一录取，1个大佬、2个大佬。
所有大佬都进来了，几十亿人民币就这样框进来，加上他有一个小三叫做金科宇，这个故事就厉害了。那吕宗麟是谁？他爸爸就是浙江省长吕祖善。那2004年这个时间点为什么重要？是因为习近平当省长、当书记的时候，他当省长的时候刚好是2002年到2007年，习近平主政浙江的时候，就是于海军一路往上冲的时候，时间很巧合，而且他儿子到处去拉，有点用权贵的身份在怎样把于海军可能是个白手套，也可能是他的人头，甚至他发展的公司不好意思本人出面嘛，这就是中国官场常常发生的事情嘛。偏偏吕祖善是谁？他是习近平的黄金搭档啊，一个是书记，一个是省长，一直是省府的二把手了，应该讲二把手，一把手是谁？习近平，甚至习近平那时候叫所谓88战略啦，8个优势，8个举措，吕祖善都是执行者，甚至他被称为是枝江新军里面的特殊成员、隐藏版的成员。就有多少人会想要扒上习近平的关系？而且刚好是习近平主政的时候，一路往上爬，所以钱就这样进来了。有一个习近平的一把手，就是专门在替他做事情，包括马云这些人。跟投了钱就进来，所以很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事情就发生了。财新官媒是1月报道的，那金立群亚投行行长是1月16号就卸任了。你发现很敏感吧？中共中央为什么愿意让这篇报道爆出来？而且我们把整个故事讲完之后，习近平脱不了关系呀。那一段时间刚好习近平在在浙江省主政嘛。不过有趣的是什么？于海军跟他老婆还有原配叫做陈颖飞，已经绕跑了，把几十亿的资金已经搬到海外去了。而且他老婆陈颖飞已经从广西出境了，又证明一件事情：终身不悔入华夏，家在加利福尼亚，中国赚钱，美国花。在爱国是工作。美国才是生活，钱已经搬过去了。所谓的宏大叙事都变成这些权贵赚钱的工具。廷伟，现在中国的状况除了经济差之外，我们这几天一直讲政治风暴。随着张幼霞被逮，大家一直在问一件事情：张幼霞她真的有被抓住吗？你看到非常多人在北京拍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除了第一个。人非常非常多之外，大批的军人这样跑马路之外，甚至交管全都出来了。有人形容什么？北京现在跟戒严是一样的。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讯息非常混乱哈，到底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完全不知道。但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这些影片哦，都会在网络上出现了。比如说哦，中间这个就是抖音上面来讲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影片在1月27号的时候上传了。因为照道理讲啊，北京现在是不允许大家放鞭炮的，但是呢，在晚上的时候竟然会传出类似鞭炮声、类似枪声的这样的一个声响哦，而且突然蹦蹦蹦好几声上去了。到底是不是哪一个集团军开枪，或是哪个集团军去护驾等等之类的，搞不清楚状况。但是呢，现在来讲的话，又有一名叫做解放军的原本的他的31团集团军的干部呢，也出来讲啊，他说抓捕这个张幼霞的这个，事实上也是习近平的心腹哦，就是王小洪哦，因为他是公安部长。那公安部长所率领的这个部队呢，哈，他去压制了张幼霞的所属的雪豹突击队哈，对，所以呢，也形成了目前在北京来讲的话，相互这个开枪的这个可能性啊。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整个北京来讲的话，也有发现所谓的很多交通道路被这个所谓的封闭啊，是不是进行交管啊？然后有这个直升机也会出现，但是呢，这个韩国的这个媒体也有报道哈，就是说解放军现在开始做的事情啊，不是做所谓的战备训练哈，他做的是思想教育，也就是说啊，他现在啊其实要军队是忠诚的为主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就开始在上课了，从25号开始呢，解放军报呢就强调了哈，就是说。一刻不停地推进政治建军哈，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然后呢，他开始进行这个所谓的3会1课啊，就是3个会议，还有1个课程的定期会议，来进行所谓的思想教育哈。但是更重要的是说，这个解放军报照道理讲是一个官方的这个报纸哈。对。那以往他们在抓这个何卫东跟抓这个苗华的时候。事实上啊，解放军报有连续好几天都开始支持党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但是张幼霞跟刘振立被抓的时候呢，只有在1月24号那一天来讲的话，是宣布了经由党中央研究，然后对张幼霞、刘振立进行立案审查调查。然后隔天1月25号有一篇叫做《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总体战的这个文章，对里面是支持党中央的一些做法。到了1月26号，又有另外一篇叫做《永远吹响冲锋号》，里面也是提到身份没有豁免权，功劳不是抵罪券，这在讲张幼霞过往的老三战役当中的一个攻击哦，也不能当做一个抵罪。但是到了1月27号以后来讲，一直到今天，竟然解放军报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报道，任何战区当中的所有的所谓的我们讲说微信的这个相关的账号，完全都没有任何支持党中央的一些文章出现，这就让人家觉得说，到底解放军内部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问题啊？因为照道理讲啊，照以往的做法就是。党中央一做这种所谓的打贪反腐的决策之后，解放军报应该歌功颂德才对哦，应该是每天都有这个相关的报道才对。那到底这个北京的真实状况怎么样哈？外头一头雾水哦，但是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解放军的内部的部队可能是军心浮动当中。文姐，我们都知道中国内卷很严重，但不单单只是在经济上面学习也很严重，就没有想到，他们现在把这种内卷的这一种，现在带到了日本去，但是完全是错误的，搞作弊，怎么样去作弊？竟然现在日本抓到有中国的留学生冒名，有没有挺替他人代考脱译？结果没想到就是画面现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竟然是跟米一样的东西。现在是他的专业作弊的耳机，是这高科技啊，用错了地方，用在哪里呢？竟然是用在协助这一个研究生的考试作弊上，而且这一伙人全部都是中国人。你现在看到大概只有这个3厘米左右的大小，非常小，非常小，像一个小猪猪哦。它呢，就是事实上它是个麦克风，它就把它塞进到耳朵里面，然后开始考试的时候，它就可以听到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开始讲话，然后你看没有看到脖子颈链？那个颈链是什么？那个颈链事实上就是一个传送器，传送器对，然后它还有戴口罩，对，口罩就是一个麦克风，所以就变成耳朵的耳机，口罩里面的麦克风，再加上颈链的传送器，它就是一个可以把资讯传到外面去，而且它要取出来时还用吸的吸出来。好，那被人家发现，你知道怎么被人家发现吗？怎么会同一个考场里面，竟然有一批人，大概有14个人，他的分数连个嫌犯本人，总共15个人，全部都考975分。哇！而且更妙的是，他们登记的地址竟然同样都是在某一个地方，然后这一批全部都是中国留学生，所以被人家发现说，天哪，他们竟然是系统性、有计划性的集体作弊。这整件事情在整个这个日本的舆论就炸锅，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考的这些全部都好学校，什么应庆大学啊，然后还有什么京都大学，都是好学校。然后你看这个，你看那个相当于发丝的大小的，它跟它可能跟米一样小。对，这个怎么抓到？真的是如果没有看到这么多人都考一样的分数，是。这个可能会作弊下去很久的。这我跟你讲，现在可怕就是它最像个尖尖的，像一个针，它尖尖的那个其实就是探刺头，它就是摄影机，它就有点像是我们内视镜那样子弄进去，然后它就把它夹在头发上，这样子就可以作弊。还有这什么拿橡皮擦的，橡皮擦怎么样？就没有什么擦一擦，没有哦，一打开别有洞天，里面竟然是什么 Apple Watch。对。你怎么办到的？太厉害了！就老师来的时候，就把它按一下，就变成橡皮擦。老师走过去的时候，又变成 Apple Watch。然后呢，他就可以不知道可能是可以查东西或者什么样，反正他们出逃金锥啊。他还跟你讲，我30万日币帮你保证一定可以取得这个相关的能力考试的考卷。然后还有他告诉你你看微信上在日本人群组保满分啊，他就说，我跟你讲，这个日本的语言能力测验啊，我可以保证你绝对可以拿到第1级啊，绝对是满分，很嚣张全日本都可以的，30万日币。我处理好了，代表着我不管你是在东京还是在北海道，你只要给我地点，我马上服务包办到底。哇，服务还真好，没有地域限制，而且价钱一样，都是30万不改变了。你想说这个也太荒谬，怎么会那么多？后来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只有对那个中国留学生这样，他们甚至已经开始侵入到日本了，你知道吗？日本各学校，因为你知道吗？很多日本学校其实很难念毕业。
考得进去不代表能毕业啊。结果他竟然告诉你，他这上面打什么？京都大学吗？大阪大学吗？庆应大学吗？很难吗？我跟你讲，你不要担心，你只要给我姓名、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的性别，你想要毕业的哪一年，就算你被当掉、你被死当，我还是有办法把毕业证书给你。真的假的？为什么造假？他一张卖你14000块台币，表示什么？他真的是有做到很真的哦。是，然后你知道他就很厉害，他就说你那些不及格的、一直被当掉的，不用灰心，不要觉得人生无望，没有关系，我可以帮助你。哇！你是不是觉得很温馨？你是不是在一时意志力薄弱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开始跟他们联络？后来就有个记者，他就是跟他们联络，然后呢，30秒他就收到回复了。而且他就问他说：“可以大阪大学的毕业证书吗？”他说：“没有问题的，我告诉你，你只要给我7万日币，我3天马上就可以把货交给你。”就后来你知道这个日本记者就跟他讲嘛，就跟他说：“可是你这是其实我是记者，你这样是作弊的行为。”结果你知道对方还生气耶。对方还生气，你知道为什么他生气吗？他就说：“你们这个日本的那个企业里面很多人靠关系啊，那也是一种作弊啊。我这个有什么？每一个人都靠他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你圆梦，这有什么不对？但是这整件事情在日本炸锅，因为日本人他们就是以守法为最主要的嘛，就不要麻烦别人，要守法，要诚实嘛。”结果他心里想说：“天哪！现在竟然有一群中国人在我们日本这边，然后有这个系统性的集体，大家去作弊，而且还一副怎么样？本来就应该可以这样子啊，就是代表着你在输入你这中国的文化。”文姐，我们刚刚看到，在日本有假学历、有作弊一大堆，中国人已经真的是完全卷到一个不行。但你看到中国国内真的太惨，清洁工人在路上扫地的这职业。很尊贵，没有错，但是去应聘的竟然是什么？有22名的研究生都被淘汰了。是他总共有30名，然后他录取了7名，所以换句话说呢，天哪！几乎全部都是硕士生、研究生去考啊！你想说，当然这个工作也是每个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嘛。可是你想，你主动谈个快30岁，结果你去考这个工作，然后薪水多少？才1750元呢，也太少了吧？但不好意思哦，人家就是现在你要做不做，而且我告诉你，你知道他的原本的门槛，学历门槛是什么吗？大学毕业，你还要大学毕业，然后呢，就很多人心想说，天啊，我念到硕士，结果我变成我还要去做这个工作，那你觉得很委屈，对不对？你在委屈什么？我告诉你，本来就差不多，因为我的门槛是大学起跳，他们心想说，为什么你做这样子的清洁工作，为什么要大学起跳？我告诉你，我如果不用一个大学起跳，几万人来抢这个月薪1750块，你想说会不会也太离谱？不会太离谱，为什么？因为现在工作真的一直难求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